陆远珠，你若再不上阵，我便一剑剐了你！广公，您就是把我们这些人都碎剐了，小人们也不敢违了都头的将令。临行之时，都头交代的明白，小人们的这趟差遣就是保护管沟的安全。您身上但凡掉了一根毫毛，哎呀，我们这些人脑袋都得跟着搬家呀！听你家都头的，管个屁用！听他的，这一战能打得赢吗？你没看见我们的水师叫贼人堵在了滩头吗？敌人全都披了甲，我们的人都没披甲，要上了岸才能披。水师若是上不得岸，这一战怎么打都是输。一旦水师上了岸，我们才胜券在握。带着你的人往那里冲，只要引得敌人的甲士回兵，我便记你一大功。哎呀，不是我们不想打呀，立战功谁不想呀？但是违了都头的将令，一家老小的性命都没了，天大的功劳也没处消遣去，是吧？尔等若是再不上阵，我即刻自降。本官的命没了，尔等的命和一家老小的命也全都难保，还不快去！广公，你不要逼我们，绑了！真当本官不敢吗？尔等若是对本官无礼，本官便嚼了舌头给尔等看。此刻若是上阵者，无论有无杀敌，本官皆按2颗手机给尔等上报军功。胆敢怯战者，砍了头颅挂到辕门之外，一家老小皆发配与虚名为奴。小二马三，好，保护好管沟。周慎都，到，随我击敌。是。哎呀，我不用你们管，你们快去，快去呀！哎呀，别去了，走吧。王兄，杨太尉和水秋公自长乐府发回了捷报，白霞堡大捷还附了秦公的名册。九郎，确实九郎。他不是在永嘉盐场吗？何时跑去阵前了？九郎一直在永嘉盐场，并未曾去得阵前。那这斩首70级，如何来的？依着阿翁时候定下的规矩，一都兵士若是斩首10级，则都头的军功折半计算。九郎虽未曾去的阵前，却兼着忠顺都的都头，即使报了斩首70级，便是忠顺都斩首140级的意思。这军功啊，未免也来得忒容易了些。其实大家都明白，说是军功，却是军中的诸将抬举九郎，当不得真。不过，这话说回来了，军中诸将肯分润功劳给他，可见九郎这段日子做得不差。否则，这些囚霸都是厮杀汉子，功劳都是拿身体和性命换来的，干练着官爵和赏钱。他若是不待见你，管你是九郎还是十郎，一分功劳都未必肯分与你。温州知州的人选议定了没有？吴相公和袁大参见了同一人，但国公那边却有些异议，一时争执不下。他们见的谁啊？沈温琪。陆辛苦啊！吃饱饭早歇息啊！陆辛苦啊！早歇息啊！早歇息。早歇息。早歇息啊！劳烦盛仙儿。记好了。来，劳烦盛仙儿，多谢盛仙儿。陆辛苦，陆辛苦。来，多谢盛仙儿。吃饱饭早歇息。来，多谢盛仙儿。
罪臣申文琦见过七郎君。当朝名士来挖湖泥，难为是君。太湖鱼高，祸患连连，辽遣都的将士们3代人都在挖湖泥，日日如此辛劳，也不见有什么难为的。颜念君子，温其如玉，难怪大哥当年看重于你。大郎君可还安康？大哥受王命居府读书，3、4年不曾走马劳动，无病无灾，倒是胖了有10几斤。日子可是比你过得舒服多了。既如此，还望郎君代慎某向大郎君问安。不忘故主，君子之志节。然则你自家尚且身处嫌疑之地，罪责未免，总该稍稍在意些。若是叫有心之人能够在大王面前奏你一本，即使王兄圣明，不至于因此厌弃了你，总是免不得麻烦。郎君此番是专为慎某而来。大王有教，慎温琦跪听。罪臣申文琦，恭领王教。辽遣都慎温琦财运六韬，晓通经史，先王在日，颇多褒誉。可又补缺内供奉，全知温州军府事，亲服于命，毅力乃成。罪臣慎温琦参见大王。这几年在太湖边上吃了不少苦头吧？日出而作，日暮而息，修堤坝，挖湖泥，每餐1碗老米饭，臣是文官还能多上1条鱼。无政务之烦难，无案牍之劳形，每日里为儿郎们写家书，教他们识些文字。陶渊明采菊南山，日子也不过如此了。这是马院姑闲置了他们。罪臣不怨大王，是不怨，还是不敢怨？臣入仕是为了做事，在杭州是做事，在太湖也是做事，在内衙军是做事，在辽遣都也是做事。只要有事可做，罪臣便于愿已足，没什么可怨的。哼，你倒是名士风范，倒是姑惹些小家子气了。雷霆雨露，俱是君恩。温州的事儿你都知道多少？欧阳宽贪比不能事物，量侠不能容人。在王都为供奉，方可借其才而避其短；为州县亲民官，则必坏大政，苦一方之民生。九郎君以雷霆手段诛之，不为讥讽，不避嫌疑，行政治事已有大郎君当年之风。你说九郎不避嫌疑，你如此大咧咧的在姑面前提及大哥，便不该少避嫌疑了。臣在大郎君幕府有年，深知其人并无非分之妄，当年之事事出有因，行格事尽，大王不得已而为之。拨逆反正乃迟早之事，此事大王心知之，臣亦心知之，又何来嫌疑可避？
人言水秀公玉卿，国中二君子。此言不虚。水丘公国家宗器，社稷柱石，臣不敢与之并言。此去温州，卿当助武帝一臂之力。臣必鞠躬尽瘁，恪尽所至。末将行路莽撞，督监恕罪。吾王。七郎在查禁卫都。温州缺出来的这一笔，臣正在竭力不救，只是还需费些时日。福州战事一起，如今连3佛起的稻米价格都翻了3、4倍。原先1匹绢能办的事，现在3匹绢也未必能办得下来。山岳社现在账面上的现钱不够，臣还需从他处腾挪些款子。不过，大王尽可放心，明年正月之前，臣必当办理妥当。此事委屈你了。战事为大，九郎纵览大军粮秣，他也有他的不得已。此事故交于你暗中筹办，外人不知细节，难免有些误会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的难处，孤心里知道，莫要生了犹疑嫌隙。臣不敢。昔日投效大王，臣有言在先。大王以国事待臣，臣必当效死以报大王。如今莫说些银钱委屈，便是臣这条性命，如果大王有用得着之处，尽管拿去，臣不敢有丝毫怨怼之情。好，你竟有如此报效之诚，孤便断然不会让你没了下场。你去吧，大胆做去便是。诺。你听着，此人竟有几分真心。好听的话谁都会说，若他没有旁的心思，又怎会在清卫都内广结善缘？李春院大火那夜，有人看见他在宫里。下官6州转运副使温州知州慎文琪见过九郎君。如玉先生，我猜了这许多天，万万没想到六哥会让如玉先生来接掌温州政事。哎，子谦，这可是号称我吴越国中2君子之一的慎如玉慎先生，他的文章和才学，已故的皮相公都是称许的。下官崔仁济见过如玉公。崔君有礼。定胜高哦。崔君切莫听九郎君舌灿莲话，
当年在杭州献往诸子之中，当属九郎君这张嘴最会哄人了。看看我带的家乡的点心能不能堵上你这张嘴。这段日子真是苦透我了。前面数万的大军，天大的干系压在我这个余丈子身上，啊，还要顾着后面6州的民生，这担子也太重了。不过如今好了，如玉先生来了，我就可以好好歇一歇了。郎君却是休想。郎君还道自己是5年前瑶台院里那个不管不顾的宗室少年吗？即使已经担了这天大的干系，此时想要歇息，却是已经迟了。便是战事终了，江东南面的行营撤了，郎君也自然会接到新的差遣，还想似往日那般无忧无虑，怕是再也不能了。先生容我片刻欢喜，又能如何？这般实诚也太不唏嘘人了。还有，州县的这些华官胥吏，实在是一个让人省心的都没有。你稍稍松松眼睛，便能弄出来一大摊子烂事来。啊，先生知道，我素来不是个勤快的，可这段日子，我是连大口气都不敢喘呀。真不知道王兄这6、7年的时间是如何熬过来的。一家有一家的难处，一人有一人的做法。大王明锐刚宪，奸邪小人不能欺之。所谓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。看得太明白，便难免会事必躬亲，日子长了，难免于圣功有损。谁说奸邪小人不能欺之？那程昭月分明就是奸邪小人，害了大郎兄不说，还要置先生于死地。那如今不也好端端做着内都监使吗？做了官还要做生意，将一个州的粮食全都卖光了，坏了4个县的吏治啊！王兄，不照样是信重任用，哪里有明锐刚宪的样子？你杀了欧阳宽，朝廷中枢乱作了一团。1日之内，御史台10几位御史弹章连上，参合你跋扈擅杀，专权任性。大王七郎君与中书诸相公皆压下了。倒是你自家，为何连封自便的奏表都不肯上？请先生过目。这是什么？温州阙水使、营田使、4县县令及大大小小31位官吏的服辩供状。既是证据确凿，为何不上奏？哎，这一来嘛，战事还未曾终了，官府的事还需有人来做。砍了一个知州也就罢了，若将这30几人全部砍了，那王兄和朝廷一时间也补不上这么多空子呀。捏着这些东西在手里，不怕他们不用心做事，更不怕他们胆大妄为，继续伸手。正所谓使功不如使过。这其二啊，这些证据里，桩桩件件都有程昭月的手尾。此时给递上去，我人又不在杭州，说不定让那贼子弄了几句言语，在王兄驾前便糊弄了过去，那岂不是白费一番功夫？待得战事终了，我回到王都，拿着这些证据，当着文武百官，当面奏于王兄，说不定可将此贼一举扳倒。先生，以为不妥？郎君筹算的固然精当，却须知，这世上有些事情不能光算别人，也需算算自己。算算自己。郎君眼下的差遣是东南行营官军容使、6州都转运使，提举行营粮秣甲账辎重公事。山岳社的使是属户部，拨役务改官。程昭月是内衙都监使，属上统军师胡令公改官。
郎君越过胡令公户部博弈务来管这些事体，奏请过大王吗？我是大王亲弟，内衙马步军都指挥使。郎君攻讦程昭岳是为了私事还是国事？那自然是国事啊。私事才论兄弟，国事无兄弟。程昭岳不过介选之际，福州之战，才真正干系国运兴衰。郎君是宗室，是先王之子，当知社稷福祉，在个人恩怨之上。先生良言，红处谨受教。白夏浦大捷后，吴越军乘胜追击，与城中守军夹击南唐兵，唐兵溃逃，李仁达归附，福州归属吴越。福州大捷！大王，福州大捷，唐军败溃建州，福州守将李仁达上表自请归附，江东南面行军800里，陆路报捷。臣等为大王贺，大王万胜。此为开疆拓土之功，臣等为大王贺，大王万胜。臣等为大王贺，大王万胜。纲纪盖文，周道兴隆，申伯遂荒于南土。汉文纂绍，宋昌许长于卫兵，并命江东南面行营都招讨养人权，拜中吴军节度使、内衙马步军都统军使，同参大政，封吴国公。臣叩谢王恩。江东南面行营都监使水丘昭劝，拜侍中。宣德军节度使、内衙马步军都监使，领湖州刺史，封吴兴郡公。臣叩谢大王。江东南面行营副都招讨张云，拜兵部尚书、内衙马军上统军使，领秀州刺史，封嘉兴侯。臣叩谢王恩。江东南面行营副都招讨赵成泰，拜兵部侍郎、内衙步军上统军使，领睦州刺史，封寿昌侯。臣叩谢王恩。优奖信臣，恩遇有光，左宝批图，主者施行。大王，此事不公。此战，提调三军，阵前奋勇，功在仰帅，都监各部使将士用命，功在水丘，坐镇温州，总领大军粮秣、甲仗、辎重转运，使前线将士无饥寒之忧，功在九郎军。如今诸将皆有赏赐，唯九郎军不赏，乃无是理。吴相公，九郎乃是宗室，又是大王的亲弟，不宜与诸将争功。七郎君此言差矣。中原大乱，我吴越自有法度，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既是同罪，则军前勋略亦应同功。前有八郎君未有尺寸之功而领东府安抚使，而今九郎君之功远在八郎君之上。既不领郡，亦无封赏。同宗兄弟，似不该厚此薄彼。难道是因为九郎君这一路上参的人太多，
又饿了郭大餐，未免树敌过甚，这才要压一压的。坐一会儿。哎呀，哎。父亲啊，父亲也不必太过的恼怒。水丘那个湖州刺史不过是虚应的故事。大王昔年许父亲出镇湖州，那是时任不一样。咱们这个小大王啊，人小鬼大。拿这个孔明头的湖州刺史敲打老夫呢，多好的事情！老夫至今没上请罪表彰，他这是心里记着仇了。明明知道这个刺史的头衔挂在老夫的头上，偏心装作不知，施然给了水丘，这纯粹是恶心人呢。难道父亲还能与大王去理论？怎么论？啊？人家自家兄弟立了功，却未受赏。我一个混吃等死的老头子，无非就是拿走了我一个虚名的刺史罢了，怎么有脸去跟人争个上下？小家伙什么意思？这是要过河拆桥了？阿娘，再耐心等等吧。啊，六郎那边未必能拖到过年了。你倒是会胳膊肘往外拐，你别净想着那边是你的亲兄弟，那真娘也还是你的亲妹子呢。儿子这个月内跑了2遭琉球，1遭3夫妻，还不是为了给真娘置办庄帘？还说不往外拐，净想着往外给钱了。那边的聘礼呢？你们这些小辈啊，心里边没个成算，日子依着你们过，非过得精穷不可。